生命就像一列火车，徐徐开向生命的尽头。这期的《师承奇案》，我们要回溯一起生命被遗忘在冰冷铁轨上的谋杀案。令人凉透心扉的是，受害人和加害人都是一群青少年。我是坚文，我将与资深报人何莹和你一起回忆当年的这一起非比寻常的案件。1972年4月6号晚上11点，案件发生在红山附近的火车轨道上。轨道旁的丛林后面散布着数栋木屋，不少木屋的居民经常超捷径横越轨道回家。当晚，有人在轨道上发现了3具断尸。当年铁轨意外频传，每年平均12起，为何这一起案件会特别受到关注呢？法医彻夜剖尸，发现疑点重重，推断死者是遭人谋杀的。他再三检验，专注在断尸的伤口上。一般火车碾撞的伤口一定会大量出血，可是这3具断尸出血量相当少。另外，死者头部后鞘脆裂，身体也有瘀伤，显然曾经遭人拳打脚踢。除此，断尸断口部位的伤痕跟铁轨以及火车的走向不同，死者喉头也留下遭人掐紧的印痕，看来他是遭人从身后勒紧脖子，以致昏了过去，最后给火车碾毙。换言之，拖尸铁轨只是个假计，实际上他是遭人谋杀的。巨细靡遗的法医赵自成既然发现了尸体上疑点重重，那侦办人员的工作自然马上被启动。案发第2天，一个15岁的报童向警方表示，死者可能是他卖报纸的同伙 Chandram。 认尸后敲定了死者的身份。Chandram 的身世可怜，念完了小学，因为家贫而辍学，唯有靠派报为生，每日所得只有775元，而且全都拿来帮补家用。13、14岁的少年早早辍学，在外谋生，希望有人照应，就这样开始成群结党，进入了复杂的组织体系。查案人员先从Chandram的交友情况查起，警方发现当时有多个侍卫党派系为了争夺派报的地盘，发生过殴斗事件。经过1个星期的明察暗访，才得知命案的动机竟然是为了区区20元。原来在案发前一晚， Chandram 在派报纸时遇上一批为数11人，年龄大约12岁的少年。他们左右架攻，将 Chandram 挟持到文华大酒店附近的停车场，要他交出身上所有的钱。Chandram 拒绝，这群青少年竟然下手硬抢。Chandram 很不服气，于是就通过一个派报的前辈安排他，希望讨回被抢的钱，让我青少年答应见面。可是Chandram 却被诱骗到红山铁轨附近，先是喝了一杯加了泻药的咖啡，迷迷糊糊之中，遭人拳打脚踢，掐紧了脖子，并在半昏迷中被摆置在铁轨上，惨遭火车碾毙。一名14岁的派报童被一群12岁的少年围攻，这群充满杀机的青少年将如何被处置呢？警方在3天内先后逮捕了10多个12岁到19岁的青少年，并将他们控以谋杀罪名。案件上庭时，控方将谋杀控状修改为误杀，当中12岁的主脑与14岁的同伙承认误杀，
但因为未满18岁，被判入感化院5年。另一个19岁的被告，因为有社会党背景，被判处入狱5年。其他8个同伙则必须接受警方缓刑监视3年。此案当年曾经引起社会人士对少年犯罪问题的关注。刑罚的轻重纯粹是司法的问题，造成少年犯罪的原因才是最值得发人深思的。如果你对这类案件充满好奇，请订阅频道，期待另一集的《师承奇案》。